13歲女孩痛苦地蜷縮在沙發上，不停哀嚎。這5年來，她的身體從頭頂到腳趾，無論是鎖骨、腹部、骨盆，或是手腳的關節，全身上下都被一種莫名的劇痛所折磨。更糟的是，她還感覺身體裡像是有成千上萬隻蟲子在她的血管和骨頭裡瘋狂啃噬和爬行。看着女兒日復一日被疼痛折磨得生不如死，身旁的爸爸卻忍不住笑出了聲。他打心底佩服女兒的演技，因為自打女兒5年前發病，全家幾乎每2天就要跑一趟醫院帶她做一次全身檢查。但每次檢查報告都冰冷地顯示4個字：未見異常。這個承擔着養育3個女兒重任的家庭，日復一日地被大女兒那神秘的似乎永無止境的病痛所折磨。心力交瘁的媽媽只能無奈向育兒專家吳博士發出求助。然而令這對夫妻無論如何也預料不到、更無法接受的是，最終的痛心真相竟與家裡那個一直沉默乖巧的2女兒密切相關。隔天清晨，女孩再次突發惡疾，趴在媽媽身上說自己下體周圍皮膚刺痛，媽媽趕緊把她帶回房間仔細查看。一番檢查後，媽媽並未發現異樣，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回到客廳後沒多久，女孩又說自己2側肋骨疼，但當媽媽詢問她具體是怎樣的痛感時，女孩又含糊其辭說不清楚。隨後她再次虛弱地央求媽媽帶她去醫院，可要知道前一天凌晨2點，她才因為全身疼痛剛從急診回來，到現在還不到6個小時。見媽媽無動於衷，女孩又情緒激動地撲到沙發上大哭起來。媽媽也不知該如何是好，越是安撫女兒就哭得越是厲害。無奈之下，媽媽只能嘗試所有能想到的辦法，先是拿出烤燈給女孩做理療，然後熱敷按摩，忙得手忙脚亂，但女孩依然疼得抽筋扒骨，躺在地上一個劲的抽搐。直到深夜，她的疼痛不僅沒有減輕，反而愈發強烈，哭聲也越來越響。看到這裡，吳博士緊急暫停了視頻，他注意到女孩多次向媽媽提到子宮痛，便詢問媽媽是否了解女兒為何這樣說。媽媽同樣表示困惑，因為女兒一開始只是反覆抱怨下體周圍刺痛。吳博士轉而詢問現場嘉賓是否有人體驗過子宮痛的感覺，一位嘉賓坦言自己連子宮具體在什麼位置都不知道，就算有不適也只會說是肚子痛，不會直接聯想到子宮。爸爸補充說，女兒每次疼痛的位置都不同，今天喊頭痛，明天說屁股疼，過2天又會變成四肢疼，最近更是反覆念到子宮和肋骨疼。吳博士特別注意到女孩今年剛滿13歲，通常10到15歲正是青少年生長發育的關鍵時期，這個年齡段的女孩體內激素水平開始上升，在荷爾蒙的作用下，身體器官會逐漸發育成熟。吳博士推測，女孩反覆提及子宮疼痛，很可能是初次例假即將來臨，這是青春期正常的生理變化。隨着第二性徵的出現，女孩們往往會對身體的變化感到好奇與不安，她們會擔心這些變化是否代表身體出了問題，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重病，甚至危及生命。這種焦慮不安的情緒與身體上的感受交織在一起，如同陰雲般持續將她籠罩。但這份焦慮是不是造成她疼痛的主要原因，還需要進一步觀察。由於女兒的疼痛遲遲不見好，爸爸第2天最終還是帶着她來到醫院。在醫院裡，女孩的心情特別好，似乎只有到了醫院，看到穿白大褂的醫生，聞到消毒水的味道，她才能感到安心。醫生詢問症狀後，便安排了一系列檢查，而這些檢查女孩這個月已經做了不下20次，就連後台嘉賓都忍不住調侃道，換做普通家庭，光這些檢查費就足以壓垮一家人的生活。結果毫無意外，所有報告都顯示女孩的身體再健康不過，一丁點小毛病都挑不出來。到家後，爸爸開始忙着給孩子們準備晚飯，可還沒等飯菜上桌，女兒就打開冰箱拿出1桶中藥喝了下去，並告訴爸爸自己的頭又開始疼了。爸爸嘆了口氣，勸她別再說謊了，剛剛在醫院做的腦部檢查明明一點問題都沒有，沒想到女兒卻立刻反駁說醫院裡的機器都是壞的。爸爸都被女兒氣笑了。然後女兒說起她在網上看到的一段視頻，視頻裡的人不停念叨身上這裡疼那裡難受。爸爸看完視頻愣了片刻，似乎意識到了什麼，試探地詢問女兒是不是在故意模仿人家裝病鬧情緒。女兒一聽這話當場就急了，激動地堅稱自己絕對沒有裝病，甚至開始提高嗓門對爸爸狂飆各種不堪入耳的垃圾話，隨後更是委屈地哭了起來。吳博士表示，女孩一進醫院就感到安心，這其實暴露了她內心更深層次的不安。對她來說，必須經過醫院的全套檢查才能暫時相信自己沒有大病，否則任何細微的身體不適都可能被她放大成重病的信號。看女兒一天到晚在家裡疼個不停，媽媽決定帶孩子們外出活動放鬆一下。剛走進攀岩館，女孩就顯得十分興奮，躍躍欲試，想把每個項目都玩一遍。一旁的媽媽卻根本笑不出來，她非常擔心女兒玩到一半就又捂着肋骨或肚子喊疼。出人意料的是，第一次體驗這些項目的女孩卻玩得非常從從容容，游刃有餘。周圍的小朋友紛紛投來佩服的目光，她開心地把每個項目都試了個遍。結束後，媽媽趕忙問她有沒有哪裡不舒服。하나도 안 아파? 갈비뼈랑 무릎은 요 쇄골은 근데 원래 안 아팠어 이제. 췌장도 괜찮아? 女孩說自己全身上下感覺都很好，難得女兒今天一整天都沒喊疼。媽媽在回家的路上開心到嘴都合不上，甚至還哼起了歌。可誰能想到這時旁邊正好駛過一輛救護車，女兒看到後立刻拉着媽媽說想去醫院。媽媽頓感大事不妙，小心地問為什麼。女兒說自己的頭和屁股又開始疼了。媽媽感到既無奈又無語，明明剛剛還說自己一點都不疼，怎麼突然間又開始喊疼了？可女兒顧不上解釋，她一心只想去醫院。無奈媽媽只好再一次詢問女兒到底是哪裡疼，怎麼個疼法。媽媽此時真是焦頭爛額，偏偏坐在後座的老三這時也突發惡疾，嚷嚷說自己腿疼胳膊疼。媽媽一時顧不上，她就叫老二幫忙給妹妹揉一揉。老二聽話的抬起妹妹的腿輕輕按着，還輕聲哄她安靜下來。而大女兒則在車上哭鬧個不停，非要上醫院。就這樣一路哭到家，看到女兒這副痛苦的模樣，爸爸忍不住笑出了聲。顯然夫妻倆都認為女兒是在裝病。在察覺到爸媽的態度後，女孩委屈地跑回房間，一邊哭一邊摔東西發洩情緒，一會躺地上哭，一會又撲到床上哭，哭了整整3個小時都沒能停下。爸爸終究還是放心不下，走進了房間。
어디가 아픈데? 어디가 아파? 혼자 있고 싶나? 看到爸爸被赶出来，妈妈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大女儿疼痛的问题一直都没能解决，夫妻俩心里越来越发愁。也许是因为不满爸妈整天围着大姐转，老三这时也有样学样的哭着走出来，说自己头疼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哇的哭个不停，一个在房间哭，一个在客厅哭，搞得夫妻俩也是十分的崩溃。嘉宾笑着说，大女儿只要一看到救护车就会下意识的喊疼。一般来说，容易担忧健康的是老年人，他们经常在医院附近转来转去，转到腰酸腿疼就断定自己果然是有病。难道女孩年纪这么小就有了健康焦虑症吗？爸爸说自己最不解的是女儿口口声声说自己不舒服，可一旦做起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事来，那状态可是比任何健康人都要好。吴博士向大家解释，通常的健康焦虑是指人对身体过度敏感，一点点症状就怀疑自己生了大病，比如只是普通的腹部胀气就擔心是不是得了胃癌。但他認為女孩並不是健康憂慮，也不是在裝病，因為如果是裝病，沒人在身邊時，她應該是表現正常，等父母回來才喊疼。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從女孩的角度來看，現在的問題是，就算醫生明確告訴她沒事，別擔心，你的身體很好，她也根本不信。於是她不停地更換醫生，重複做檢查。最後逐漸甚至變得痴迷去醫院，可每位醫生都說沒問題，這反而讓他心裡更不安。還有父母的懷疑和情緒忽視，比如爸爸多次笑稱女兒演技好，這無疑再次加劇了女孩的心理壓力。根據這些表現，吳博士判斷女孩的情況更符合軀體化障礙的特徵。 신체화 장애의 진단 기준에서 정말 아픈 거예요. 그러니까 그 증상이 실제로 존재한다라는 거를 늘 알고 계셔야 돼요. 일단 그게 되게 중요하고 딱 퇴근하면 맞아. 이렇게 하는 게 꾀병이에요. 최소한 4가지 이상의 부위에 통증이 있어야 돼요. 그러니까 두통, 복통, 얘는 갈비뼈가 아프고 자궁이 넘쳐나요, 사실. 네, 뭐 또 여러 군데 아프죠, 얘가. 네, 최소한 2가지 이상의 이 소화기 계통의 증상이 있어야 돼요. 최소한 1가지 이상의 생식기 계통의 증상. 뭐야? 뭐 맨날 제가 뭐 생리하려면 배가 아프다, 무슨 뭐 이런 것들. 실제로 제일 중요한 거는 어떤 사람은 의사의 말을 안 믿어요. 從本質上講，這種障礙與個人心理狀態密切相關。當身體表現出較為嚴重的實際症狀時，部分患者可能會採取極端行為應對。雖然症狀真實且痛苦，但通過適當的心理輔導和醫療干預，通常能夠得到改善。而導致軀體化障礙的核心因素常常是內心的不安感，例如焦慮、抑鬱等情緒困擾。但通過觀察女孩的日常生活，並未發現明顯的抑鬱跡象。那麼引發着孩子不安情緒的根源到底是什麼呢？畫面中難得一天不痛的女孩正在房間裡寫作業，媽媽難得的抱起了老二。女孩見到這一幕，作業也沒心思寫，立刻黏在媽媽身邊開始撒嬌。媽媽隨口問了下她最近在學校和同學們相處的怎樣，沒想到女孩突然抱頭痛哭了起來，接着又開始說自己渾身疼。無奈媽媽只好陪女兒回房間休息。沒多久，女孩的班主任給媽媽打來了電話，老師建議讓孩子在家多休息一段時間，等情緒平復、身體好轉後再返校。同時媽媽也從老師那裡得知，女兒在學校的人際關係出現了問題，她和最好的朋友發生了矛盾。雖然事後女兒寫信道歉，但對方卻始終沒有回應。媽媽推測，或許正是這件事讓女兒感到不安。吳博士詢問這件事和發病時間是否吻合，媽媽表示吻合，畢竟除了這個，她也想不出別的什麼原因。吳博士接着問起女孩平時的社交狀況，媽媽回答女兒的朋友並不多。聽完這一切，吳博士表示答案已經很清晰了。他說，孩子在童年時期與人相處往往開朗直率，可進入青春期後情感會變得微妙且複雜。這次有意的波折讓女孩陷入敏感與不安，她可能覺得無論自己怎麼做都難以被對方理解。這種不安感日復一日的積累讓她越來越孤獨。有些孩子會通過言語表達這些情緒，有些則會通過身體的不適來表現。特別是在感到強烈孤單或不安的時候，身體的症狀會格外明顯。正如剛才那一幕，本來她一個人在屋裡寫作業還沒事，可一看見媽媽與妹妹親密的畫面，她的孤獨感瞬間被觸發，於是立刻就跑到媽媽身邊撒嬌喊疼。這恰恰說明女孩內心強烈的不安無法用語言傳達，才轉而化作身體的信號。大家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孩子真的不是在裝病。隨後節目組對女孩進行了採訪，當被問及目前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時，她坦言自己現在心很累，身體不時傳來的疼痛讓她時常陷入焦慮，總擔憂自己是否患上了重病。工作人員告訴她這種情況其實可以治癒，女孩卻輕聲說她怕疼，不知該怎樣克服這種恐懼。隨後節目組又問她康復後最想做的事是什麼。더 많이 놀아줘. 더 많이 놀아줘. 장사해요. 엄마가 나한테만 신경 쓰고 알고 있어. 동생한테는 별로 신경을 못 써주는. 그렇게 생각해도 계속 불안해. 이 생각을 어떻게 멈출 수 있는. 그만 울고 싶어. 就在所有嘉賓都對女孩深表同情時，誰能想到這個家裡最令人痛心的竟是那個一直被所有人忽略的老二。當問到老二最近心情如何時，他的眼眶一下就紅了，委屈的幾乎馬上就要哭出來。서운해. 엄마가 언니 옆에 있어. 當問他有什麼覺得遺憾的事情時，他卻只是輕輕搖了搖頭，不願多說，生怕說出口會給媽媽增添更多負擔和難過。當問他想做什麼樣的女兒時，他說希望自己能一直健健康康的，
因為姐姐已經生病了，如果連她也病倒，媽媽一定會很傷心，所以她可以獨自安靜待着，可以自己跟自己玩，會按時吃飯，照顧好自己不生病，只要媽媽開心做什麼她都願意。鏡頭前的她眼淚止不住的流，那張過早懂事的臉看得實在讓人心疼。演播室的夫妻倆看到這裡，內心充滿了無盡的自責和愧疚，看着眼前那個一直被忽視、獨自承受委屈的二女兒，他們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哭得泣不成聲。節目最後，吳博士也提供了解決方案，主要圍繞2個方面：一是由醫生向女孩耐心清晰地解釋其身體症狀的原因，通過建立信任幫助她緩解內心不安，放下不必要的憂慮；二是父母需要在這段時間明確檢查的頻率和限度，避免孩子一喊疼就急着送醫，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問題只會更難解決。節目結束後，夫妻倆依照吳博士的指導，首先為孩子們講解了關於青春期身體發育的知識，幫助他們理解每個女孩在發育過程中存在的個體差異，消除對身體變化的陌生與擔憂。對於即將來例假的大女兒，媽媽也親自示範教會她如何正確使用衛生用品。最後，吳博士還親自和女孩見了一面，告訴她身體上的疼痛很多時候會受到大腦和情緒的影響，實際上身體並沒有根本的問題。在充分接納她所有不安情緒的同時，吳博士還承諾會陪她一起逐步緩解內心的不適。最後，爸爸媽媽按吳博士的建議，把卧室布置成了心靈驿站，當孩子們感到焦慮或難以表達時，可以獨自来到這裡向媽媽傾訴心聲。在父母的全心陪伴與吳博士的專業指導下，相信女孩內心的陰霾很快就會散去，重新綻放明亮與開心的笑容。